1个月一款新品的豪言余音在耳，一转眼密银灰骑士工作室的月之女祭司已经跳票这么久了，好在终于赶在年前出货了，这下 CEO 也不至于吓得不敢在群里摸头了，可算能过个好年了。上一款女性角色暗影女王可以说是头雕毁所有，所以这次我们就先来看看兄弟们最为关心的头雕。默认的这颗平镜头不论是侧面还是正面，整体形状都不错，网红脸颜值在线，脸上的纹路和嘴巴的涂装也尚可，总体我是比较满意的。至于还不还原，我不是游戏玩家，兄弟们自己评价吧。因为是白眼，所以这次就没必要使用可动眼了。眼睛是荧光涂装，紫光灯照射之下还挺有感觉的。耳朵应该是设定的就是歪的，想要直耳的话，加热后塑形就可以了。一头绿色的长发，造型动感表现不错，虽然谈不上多精细，不过也不至于面条感明显，总体还是不错的。另外附带了一颗张嘴怒吼的替换头雕，两个头雕的发型不同，眉毛和耳朵的弯曲角度也不同，这个头雕的耳朵明显更直一些。虽然牙齿的涂装比暗影女王龅牙真强，不过还是略显不够细致。另外就是嘴唇的涂装有点粗，稍显香肠嘴。好在这张脸底子不错，怒吼的神态把握的还是比较到位的，手艺人自己修改下应该效果会很好。唯一可惜的是两个头雕的脸型不能互换。月之女祭司的盔甲采用了布艺和软胶的搭配，在塑形的同时也保留了灵动的感觉，视觉层次感也更加丰富，这个选择我是认可的。布裙边缘内置铁丝，方便凹造型。盔甲是白色的基底，上有银色的花纹，搭配宝石点缀，样子非常漂亮。只是盔甲边缘的羽毛显得有点糊。另外眼睛都使用了荧光涂装，点缀的宝石却没有，稍显可惜。月之女祭司这一身盔甲不是单纯的白色，上面还有一层黄色的做旧涂装，可能是为了凸显真实感，但俗话说得好，想要俏一身笑，这有点发黄的白色盔甲与洁白的布裙有点割裂，女性角色不如直接整成纯白，效果应该会更好。不过好处是这身盔甲也不怕时间久发黄了。月之女祭司的素体就是04明娜的素体修改而来，皮肤颜色变成了偏粉的紫色，更符合她精灵的设定。跟能够全脱的明娜相比，她只有车灯罩和腿部的护甲能脱。另外特点附带了一个裸肤替换件，可以根据喜好自由更换。能否全脱的问题最近也是引起了一些讨论，我个人认为能全脱最好，不能也罢，一切都是要为最终造型而服务，不要为了强行增加卖点，适不适合都去搞全脱，这反而是倒反天罡的行为。和明娜偏松垮，暗影女王偏紧却又嘎吱吱非常难听的关节比起来，月之女祭司这次的关节调教还是比较舒适的，松紧度表现也还不错。可动表现跟明娜和暗影女王基本一致，我那2期都展示过了，不再详细介绍了。头部的可动受到头发造型影响还是比较大的，如果能做出一个单独的分件就好了，大概也是为了造型而妥协吧。配件方面附带了一把弓，整体造型非常不错，上面也有做旧效果。羽毛的开模精度只能说是合格水平，末端的话感觉刻线比较浅。弓身可以拆开，方便握持。因为羽毛是软胶件又比较薄，所以正面来看两端会很容易歪，需要自己加热定型。附带了射箭特效件一个，造型和通透性都算尚可，不过同样使用了很软的软胶件，也会容易歪，需要自行定型。建议密银之后的武器可以使用偏硬的材质，不要重走隔壁熊猫走过的错路。附带了一对双刃，边缘的羽毛装饰显得有点糊，跟弓箭一样可以拆开方便握持。接口有防呆设计，加上护手位置，不能变成单刀那种2个刀刃都向前的样式，不过大概只有我这种非游戏玩家会考虑这个造型吧。默认是一对握持双刀的手型，还给了一把替换手，分别是一对握拳手，一对闭口的握持手，一对拉弓手，一对开掌手，一对放松手。很可惜配件没有附带那根知名的香蕉，虽然我没玩过游戏也知道这个梗。好吃不如饺子，伊利丹的好日子也来了。嫂嫂开门，我是我哥。不知道密银和熊猫家谁会更先做出马法里奥，3个人的电影不能只有2个演员。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小作坊宁愿跳票，做好品质，保持口碑，不要赶工出货，在小圈子里就能一直活得很滋润。这次可能也是出于现实原因，加上跳票确实很久了，密银选择在年前出一批货，品控的表现却不是很好，目前也能看到很多兄弟反馈中奖。这3款女性角色其实是能让人看到密银的进步的，加上也算是目前高人气却市场空缺的角色，后边的马维和怀特麦恩关注度也不低，希望他们之后还是能够好好打磨下产品，做好品控，走出和友商差异化的路子，对他们自己和玩家都是一件好事。好了，这期密银灰骑士工作室部落守卫08月之女祭司就分享到这里，
我是树熊，不是熊，大家下期见。